要前往加州于2013年最新成立的尖顶国家公园。从亚利桑那州中部出发，开车大概需要10个多小时才能抵达。历经长途舟车劳顿，终于来到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18站尖顶国家公园。依照往例，我们首先来到游客中心，为国家公园护照打卡。这个是 Pinnacles National Park。尖顶国家公园占地约26000英亩，是加州最小的一座国家公园。这里依据岩石的结构，分成了东半部跟西半部，两边可以借由健行步道互相连贯，但车道却无法互通。因为我们停留时间有点仓促，所以只选择来主要的东边区块。哇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自然中心，这边有一棵树，哇，非常特别，它的树干啊被啄了好多的洞。刚刚还真的有看到一只小鸟，它停在上面就一直啄动，该不会就真的是啄木鸟吧？尖顶国家公园除了岩石景观，也是濒危的加州秃鹰圈养孵化地。我们也很幸运的在前往洞穴步道的停车场里见到了本尊飞翔的英姿。哇，这个就是加州秃鹰哎，真的让我们看到了，它一直在这边盘旋飞翔哎，可能这附近有猎物哦。然后啊，前面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这边最有特色的红褐色的尖顶岩。我们现在在 Pinnacles 的那个 trail 里面走，有些人是从山脚下一路走上来，我们现在是直接抄近路，从最上面。有发现很漂亮的，开到很满的花。尖顶国家公园原本是加州圣安德烈亚斯断层的一座死火山，在侵蚀作用的影响下，尖顶的地形逐渐往东迁移，最终一路到达加州太平洋海岸山脉，才形成尖顶国家公园的区块。这里的岩石颜色非常丰富，以绿色和红色为主。据说这里的岩石是地球板块运动从195英里之外的地方搬过来的。这边呢有一个分歧点，我们要往熊峡谷洞穴步道这边走。不过啊，现在是蝙蝠的繁殖期，这个洞穴可能会关闭。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有点赶，可能没有办法走完这个 trail。要进去一个石洞里面。带小孩子来的，因为这边可以爬树洞，可以玩水。因为那个洞窟里面有时候会因为下雨会有沉积水，然后就会有水从那个墙壁上面滑落下来，很像小型的瀑布一样。我们在这边遇到有人正在攀岩呢。哇，爬得好高哦！在美国的国家公园啊，常常会遇到攀岩的爱好者。美国人真的是很有冒险犯难的精神，真的超级佩服的。小朋友在攀岩呢，小朋友在练习攀岩。这边有一个小洞穴，我们走进去看看。因为今天蝙蝠洞没有开放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完这边就会折返了。尖顶国家公园有2座主要的山洞，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蝙蝠生态。
住了至少13种不同品种的蝙蝠。每年大部分的月份会开放洞穴的一半，而在大约5月中旬，则会将整个洞穴关闭，以防止影响到蝙蝠群的生态。这一次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无缘登上高峰欣赏尖峰石阵，但对这里的风光山色依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路往南，来到了海峡群岛国家公园。由于海峡群岛国家公园是由南加州海岸外的5座岛屿所组成，必须搭船才能抵达。对于有晕船体质的我来说，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挑战。所以，我们只打算来游客中心，为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第19站打卡。我们现在在参观游客中心，这里面呢有关于各个岛屿的介绍，还有海洋的生态、动植物的分布等等，这些都有很详细的图片解说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生态池，哇，你看这边有好多海星的种类，还有浮游生物的介绍。这些虽然都是道具啊，但是都做得栩栩如生。这边还有关于鱼类的介绍。海峡群岛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偏远且最有魅力的国家公园之一，以特有的植物和大量的野生动物而闻名。游客可以乘船，也可以搭小型飞机前往。公园内没有饭店，没有商店，也没有餐厅，能让人完全沉浸在美景当中，远离尘嚣，享受与世隔绝的独处。圣克鲁斯岛是海峡群岛中最大的岛，搭渡轮前往只需1个小时。在岛上沿着小径，可以游览狂风呼啸的断崖，也可欣赏幽静偏僻的海湾。安纳卡帕小岛是距离最近的岛屿，岛上有个建于1932年的灯塔，可以从海边悬崖上寻找海豹跟海狮的踪影，也可以划独木舟到海石洞参观。圣罗莎岛是加州的第2大岛，需要乘渡轮3小时才可抵达。岛上可以搭帐篷过夜，可前往洛伯峡谷观察植物。圣米格尔岛被称为是一座灿烂的岛屿，几乎整座岛被指定为一个优良的考古区，并登录成为国家历史遗迹。圣巴巴拉岛地处十分偏远，岛上有著名的信号风步道，可全方位远眺蔚蓝的太平洋。我们现在在游客中心的2楼，哇，这边的视野很好可以看到码头边停了非常多的邮轮。那边啊，那里停靠的就是海峡群岛国家公园官方的船。这边就是 Channel Islands National Park， 他们要搭去各个岛屿要坐船的码头。每天船班有几班，时间都会在网络上面有，可以先订票。这个视听室里面啊，有岛屿介绍的影片跟讲座，然后啊，还有超可爱的国家公园标志，可以拿起来拍照哦。